刚送走台风画家沙，又迎来了台风麦德姆。10月5号下午2点50分前后，21号台风麦德姆悄然在广东湛江登陆。这场不声不响的台风，比此前声势浩大的风王画家沙还要凶猛。17级阵风呼啸而过，特大暴雨倾袭而下，风暴潮裹挟着海水倒灌上岸，一时之间，沿海地区仿佛迎来了世界末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就在中秋节的前一天，21号台风麦德姆以14级的风力登陆了广东湛江。徐文这位风力选手一路蓄力加码，登陆瞬间中心风力便飙升至42米每秒。而海南海口也第一时间被卷入风雨影响最强时段，天地间很快被狂风暴雨笼罩。谁能想到，从10月4号的天朗气晴、阳光和煦，到5号的狂风呼啸、暴雨倾盆，仅仅间隔12个小时，天气就完成了断崖式转变。在文昌铺前，临海而居的民房首当其冲，海水步步紧逼，顺着街道门缝往屋里灌。原本整齐排列在海上的漂浮桶，被狂风卷得七零八落，在浪涛里东倒西歪。罗豆的雨下得更急，像是天上打开了无数个超强力水龙头，雨水哗啦啦地往下浇，视线里满是白茫茫的雨幕，地面很快激起没过脚踝的水。而文昌农户辛苦种的百亩槟榔树，在12级风圈的肆虐下，枝干被吹得疯狂摇晃打转，不少刚种下的新苗扛不住风力，咔嚓一声被拦腰折断。西海岸的帆船公共码头附近，景象更是惊人，狂风掀起的惊涛骇浪拍打着岸边，浪花溅起数米高，宛如电影里的世界末日场景。岸边随处可见被风撕扯断的树枝，还有被刮得变形脱落的铁皮围挡，一片狼藉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麦德姆来临之际，有一些网友还滞留在船上，没能及时上岸。起初海面还风平浪静，连一丝涟漪都少见，可几乎就在刹那间，海面像是被按下了狂暴键，巨浪突然卷起，狠狠拍向船身，船舱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，有人紧紧抓住扶手，有人忍不住惊呼：去年被摩羯支配的恐惧，今天又回来了。万幸的是，在麦德姆登陆之前，各地相关单位早已紧锣密鼓地启动了预防工作，除了封紧临街窗户、修剪一折树木这些常规防护措施，定安的南丽湖早在10月4号下午就提前开启泄洪，缓缓降低湖水位，以防后续暴雨导致水位爆表，引发次生灾害。可即便提前防范，麦德姆造成的影响依然不小。那它明明不算传统意义上的超强台风，为何破坏力却如此惊人？其实单看强度，麦德姆并不突出。气象数据显示，麦德姆登陆前后，雷州半岛所有气象站实测的气压都高于970百帕。最大2分钟平均风速在42米每秒左右，对应14级风力。按照气象标准，这只是强台风的下限强度，而且它还是个气压较高的强台风，和2013年10月登陆福建、浙江交界处的台风菲特属性相似。要是把它放进湛江登陆台风排行榜里，强度远比不上5413号、9615号、彩虹、威马逊等超强台风，甚至连8007号、6811号等强台风都比不上，只能排在第3档。而真正让麦德姆与众不同的是它异乎常寻的总能量，这种能量主要藏在它的结构里。一方面，麦德姆有个巨大的单层台风眼，登陆前风眼直径超过100公里，即便登陆后风眼剧烈收缩，直径仍有50公里以上，这让它能带着清晰的台风眼完整穿越整个雷州半岛，解锁了9615号台风、彩虹等超强台风都没达成的技能。另一方面，它的眼墙极其厚实且对称，东西北3个方向的眼墙厚度达到50公里左右，南侧眼墙还和螺旋雨带交织在一起，厚度更是足足有100公里，整个暴风圈的直径达到200公里。更关键的是，麦德姆在登陆前一直在持续加强，最终以巅峰姿态登陆，即便穿过雷州半岛，能量也没大幅衰减。到了广西北海附近时，中心气压仅上升500帕左右，当地依然测到了14级阵风。
换句话说，麦德姆的总能量可能已经超过彩虹，或者至少和彩虹不相上下，只是它的能量没有集中在小范围，而是分散到了更大的区域。以湛江市区为例，这次沿海最大风力17级，内陆最大阵风15级。单看风力确实比彩虹弱，但12级以上的阵风整整维持了4个小时以上，是彩虹持续时间的2倍。而且台风眼过后，麦德姆的东眼墙还带来了更猛烈的回南风，这种双向狂风是彩虹没有的，也让湛江市区的建筑物、树木、花草等同时承受了2个相反方向的狂风暴雨袭击，损伤自然比单一风向时更严重。而徐闻、海口等地的情况更特殊，他们长期处于麦德姆最厚实的南眼墙区域，特大暴雨下了整整1天，累计雨量远超9615号台风和彩虹，甚至超过了当年直接影响海口的摩羯台风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从强度角度看，麦德姆显得平平无奇，最初没引发太多关注，但从总能量角度看，它绝对是10月里罕见的极端台风。尽管麦德姆十分恐怖，然而在风雨最猛烈的时刻，一幕幕温暖又坚定的逆风救援画面却在街头巷尾悄然上演。在湛江市区的一个红绿灯路口，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毫无征兆地将一辆轻型货车瞬间掀翻，车辆重重侧翻在路中央，车身还随着狂风微微晃动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此时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林荣幸看到这一幕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即朝着侧翻的货车冲了过去。他注意到货车玻璃完好，被困人员无法自行脱困，便迅速朝3-4米开外的一家汽修店挥手求助。汽修店的一名男子见状，也毫不犹豫地抓起店里的锤子，快步跑了过来，和林荣幸一同展开救援。经确认，侧翻的货车内共有3名中年人，包括2名男子和1名女子。他们因突发状况受惊，一时有些慌乱。林荣幸先是快速观察并掌握了当时的风向，迅速做出判断，隔着车窗大声提醒被困人员尽量往车厢内侧靠，远离玻璃，避免受伤。随后，他接过汽修店男子递来的锤子，瞄准挡风玻璃左侧用力砸去，1下、2下、3下，直到将挡风玻璃砸开半面缺口，能够容人进出，他才停下手中的动作。接着，小心翼翼地引导车内3人依次从缺口钻出来。此时，台风风力突然再次加大，强劲的风裹挟着雨水砸在人身上，让人连站稳都十分困难。为了确保3人安全转移，林荣幸和汽修店男子决定与3名被困者手拉着手，组成一道临时人墙，互相搀扶着，一步一步缓慢地挪到路边的安全区域。事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林荣幸说，从车内把人转移到车外的那几分钟是最艰难的，风太大了，货车还在跟着晃，我一边要砸玻璃，一边还要担心他们被碎玻璃割伤，神经一直绷得很紧。安顿好被困人员后，他还专门仔细询问3人是否受伤，在得到没有受伤的肯定答案后，才终于放下心来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注意到自己的手部被玻璃划出了几道浅浅的伤痕，但他丝毫没有在意。救援结束后，那位伸出援手的汽修店男子也没有留下姓名，只是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店里，继续收拾因台风被吹乱的工具。这件温暖的救援小事被热心网友用手机记录下来，上传到网络后，很快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点赞。当记者联系到林荣幸，告知他的救援经历在网上受到热议时，他却表现得十分平静，只是朴实地说，台风天遇到这种紧急情况，我们作为辅警本来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冲锋在一线，帮助市民脱离困境，在风雨里守护大家的平安，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，没什么好值得特别宣传的。而林荣幸只是这次台风中万千逆行者的一个缩影，在华南各地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在风雨中坚守岗位，守护着城市的秩序与安全。在台风刚刚登陆之时，国家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，连夜紧急集结了数千名人民子弟兵。随后，官兵们迅速携带好油锯、砍刀、绳索等专业清障工具，冒着尚未完全减弱的风雨，赶赴各个受灾现场。到达现场后，
官兵队员们迅速分工协作，有的用油锯切割拦在道路中间的粗大断枝，有的用砍刀清理缠绕在一起的细枝杂叶，有的则负责将清理下来的树枝搬运到路边。整个作业过程紧张有序，忙而不乱。面对交织缠绕的断枝和被雨水浸泡的湿滑难行的作业环境，队员们顾不上擦去脸上的雨水和汗水，更顾不上体力消耗，一心只想争分夺秒推进清障工作，尽快抢通被阻断的道路，为救援车辆和市民出行扫清障碍。经过数小时的连夜奋战，截至10月6日，一些受台风影响较为严重的主干道上，所有倒伏的树木和路障已被全面清除，排水水道也恢复了通畅，主要交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